欢迎收看第645期武器大讲堂。爪刀作为一款东南亚一带非常流行的武器，因为其形状非常相似虎爪和东南亚劳动人民的镰刀，所以大家普遍认为爪刀的最早设计起源于镰刀和虎爪。凭借其刀片几何形状、干净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牢固的抓握力，爪刀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本土战斗的传统武器之一。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采用了手柄末端的安全环和弯曲的刀片。这种独特的弯曲刀片很容易用于钩、撕裂和切片等工作，也因此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本土的日常 EDC 和自卫武器使用。再后来，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这种刀型的设计被传播到了现在的世界各地。本期武器大讲堂，老白就和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经典的意大利 Force 刀具公司设计的现代化爪刀 Force Knives 478折叠爪刀。Force Knives 478折叠爪刀由位于意大利马尼亚哥的 Force Knives 刀具厂制造，整体的外形设计非常小巧精变。虽然参照了东南亚的爪刀思路，但是其并没有直接的照搬原始的爪刀设计，而是根据自身多年的刀具设计经验，在原始爪刀的基础上面进行了合理的设计与改进，包括大量的便利性操作与材料的改进等等。Force Knives 478折叠爪刀的结构包括刀片、刀柄、口袋夹和指环等组成。刀片设计上参考了传统爪刀的形状，其向内部弯曲30度，形成虎爪的形状。这种形状的刀片并不是为了作为装饰与样子而使用的，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弯曲的刀片可以在大多数环境下，例如水下和狭窄的环境中方便操作使用。这种曲线的刀片结构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操作空间，并且其带来的力矩结构能让操作者花费很少的力气就能够实现快速和更深入的切割操作。刃面的一侧使用独特的英文字体书写英文单词 Columbite 是爪刀的英文名称，在同侧刀旗底下是使用钢材的文字标注。Force Knife 478折叠爪刀使用的钢材是 N690CO 不锈钢材，这种钢材在欧洲使用比较多，是由欧洲伯乐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端不锈钢。这种钢材在很多的刀具设计中非常的常见，因为它耐用耐磨，非常的坚硬。其含有的混合成分为 1.07% 的碳，碳的加入可以提高硬度和耐磨耐腐蚀性能，但是不能太多，因为大量的碳会降低钢材的强度。第二种成分是 17.3% 的铬的目的是用于增加钢材的抗拉强度和边缘保持能力，并同时增强耐腐蚀性和耐磨性能。第三个成分是 1% 的钼主要是为了增加可加工性和结构强度使用。第四个成分是 0.1% 的锰，主要是为了增加钢材的硬度和脆性而使用的，同时为了增加强度还需要有 0.4% 的硅，而在加工过程中需要提高钢材的耐磨性和脆斗性，因此 N690CO 不锈钢还有 0.1% 的钒。同时 N690CO 这款钢材最大的特点就是 CO 是化学元素钴的缩写，其硬度的关键在于加入了 1.65% 的钴在钢材内部的结构中能够保持材料的均匀性，让刀具具有优秀的刀刃保持力。N690CO 不锈钢这些混合组成能让它在硬度和韧性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物理结构。通过加工之后， Force Knives 478折叠爪刀其硬度可以达到 HRC 58到60，再加上出色的刀刃锋利保持能力，几乎可以使用很久都不需要打磨。我这把从2017年用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打磨过。另一侧刃面上则是 Force 公司的相关商标信息和刀型号了。Force Knives 478折叠爪刀刀片开刃为单刃双面开刃，具有很好的操作性能。在刀背上以及刀根部位设计了2个刀级，刀级上面做了滚花处理，可以方便在持握的时候增加摩擦力度。而这里就不得不提下这款爪刀的开启方式了。其第一个开启方式是刀片下部的刀级，这个刀级除了方便出力之外，在折叠收起之后会露出一小块，可以用食指搬动打开刀片，但是因为长度的原因，如果只是手动直接搬动的话，大约只能够打开30度，无法全部打开进入战斗状态，所以一般情况下需要配合手腕甩开才能完成100%的开启。第二种方式是刀片上部的结构，这个形状在国际上已经被申请了专利，叫做 Emerson Way。通过这个结构可以进行快速的开启。一个方式是一样的使用拇指进行搬动开启到位，另一个方式是非常经典好用的方式，当你日常携带的时候，一般会放在口袋里，挂着在战术腰带上，或者是直接的挂在口袋里。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拿出来并且直接使用，只需要在拿出来的这一瞬间将这个结构勾住你的口袋边缘或者是绳子上面，就可以实现快速的开启了。因此这个方式能让你一拿出来就直接展开进入战斗状态，能快速的进行单手展开操作，大大的提升效率。第三种打开方式是
通过刀片上的一个开口进行展开，开口一侧为比较大的半圆形，另一侧慢慢缩小。开启的时候，只需要将拇指的一小坨肉塞进这个槽里，往外掰就可以直接开启了，也是非常快速方便的。这便是其3种主要的开启介绍了。刀柄的结构设计上面，刀柄为金属主体，外部贴合 G10 材料，刀片收纳一侧设计了3个手指抓握的形状，另一侧左边有一个适配拇指的弯曲形状，右边也有一个轻微的弯曲，能非常方便的拇指贴合发力。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发现3个拇指并不能很好的搭在手柄预留的形状里面，这其中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设计师设计的时候是给军队使用的，一般情况下都会佩戴手套进行操作，因此预留的尺寸就会大一点。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人会直接使用4根手指直接抓握，更大的间隙也可以容纳4根手指，并且无论是正握还是反握，我个人使用下来都完全没有感到不适的感觉，相反其持握发力舒服，棱角处理的也没有突出压迫手掌手指，使用起来还是非常轻松舒服的。在刀柄的最后部是一个安全环和口袋夹，在刀柄的2侧都预留了3个安装孔，因此口袋夹是可以拆卸下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安装在任何一侧的。安全环是传统爪刀必不可少的结构，一般都是将食指套入使用，它的作用是让操作者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保持对刀具的抓握保持力，防止在使用时从操作者的手中滑出，因此无论是在潮湿的环境、剧烈的运动操作环境下，以及在水下都可以保持对刀具的持握能力。当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搭配爱默生波结构，实现快速的打开刀具的能力。Boss Knives 478折叠爪刀在打开之后，全长为 19.5 厘米，刃长7厘米，刃厚 0.28 厘米，重140克，小巧便携，操作方便，在军事用途和民用领域深得世界各国的认可。目前 Boss Knives 478折叠爪刀的国际上售价一般在14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大约在800到900人民币左右，国产版本的售价一般在200人民币左右。世界各地包括猎人、背包客、攀岩者、洞穴探险者、野外作业人员、执法和维和人员、搜救单位和各国的战术武术培训机构都大量的配备使用。比较出名的是来自东南亚的 Dogmacad， 他是一名武器专家，同时也是 Boss Knife 意大利的刀具设计师和断刀大赛的主持人。在断刀大赛中，通过杀戮测试评估铁匠的武器，在国内大家称呼他为长沙人狗哥。狗哥的大部分培训都是通过 Boss Knife 爪刀进行操作的，他也曾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不知道这款 Boss Knife 478折叠爪刀能否让狗哥来一句经典的 It will kill。 It will kill。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更多介绍视频欢迎关注武器讲堂，展往期内容，我们下期见。